我们这里来回答我这种假设方式的一些疑问。来，几个小问题。第一个问题是，为什么你可以确定每一次碰撞的间隔时间相同？那我们先来理解一下每一次碰撞的时间间隔是由哪些决定的。来，一定是由大木块撞到小木块，这个撞过来有一段时间，对不对？然后小木块呢再撞墙壁，我小木块撞墙壁的过程，我把它视为一个固定的弹簧在这里，所以有撞下去再回来。那这两个时间会决定这一次撞完之后到下一次撞完所经历的时间。那你会发现有两个变数，可是事实上没有两个变数。T2 本身就是定值，不管小木块的速度多大，只要它质量不变，面对固定的弹簧进去再出来，那都是固定的时间，这是简学运动里面既定的常识，相同质量相同弹簧时间间隔相同。那也就是说我们只剩下每一次大 M 跟小 M 的位置会改变，当然撞见的时间会不一样啊。那为什么你可以肯定每一次全程的碰撞时间都相同？这个是需要一个想象的。为了讲这个想象我写了一个小程式，我们来看一下这个碰撞的现象。就质量1:1的碰撞，大概你猜得到撞完之后它会动，然后它会静止，等着它撞回来，全程会碰撞3次。来看一下吧。首先第一次撞完静止，第二次撞完弹回来，第三次撞出去自己静止，这很单纯吧？这个时候我写入了一行程式码，这一行程式码就是指大木块撞完之后，只要发生一次碰撞，大木块会产生瞬间移动，就瞬间移动，不要怀疑，就是想象瞬间移动。它撞完之后会瞬间移动，跳到莫名其妙的地方，但是它带着它的速度没变，它只有位置改变。那我们看一下会发生几次碰撞以及结果会怎样。每一次大木块只要撞到人都会瞬间移动哦，看下去吧。撞完之后它会往后跳的瞬间移动，撞了跳掉，但它本来撞完就静止啊，所以往后跳还是静止啊。撞完之后它本来就要出去啦，所以往后跳还是有出去的速度啊。你有没有发现什么事情？跟刚刚没有瞬间移动跟有瞬间移动两件事比起来，撞击次数没变，撞击速度没变。也就是说大木块撞完，你瞬间改变它的位置是不影响撞击次数跟结果的。那我们回到刚刚那里来，那回到这里我们是就清楚很多了。虽然每一次他们两个之间的位置会影响这个 T1 的时间，可是刚刚已经想象给你看啦，其实大 M 它每次撞完之后，它可以瞬间移动到任何一个位置，反正不影响碰撞的结果，以及不影响碰撞的次数。那我只要每一次撞完之后，大 M 虽然跑掉，对不对？当小 M 跑回来的时候，大 M 瞬间移动跳回到小 M 前面让它撞。那这样这个他们之间对撞的 T1 时间是不是就是0了？你必须要每一次想象大 M 都可以跳到这个位置。那它到底什么情况下跳，我们不用管，我只要确定这个时间其实不影响结果就好。那我们是不是代表每一次碰撞间隔时间只剩下 T2 才决定了，好不好？所以这就为什么可以肯定每次碰撞时间都相同。好，那这个问题你可以确定就是碰撞时间相同的原因了吧？那接着我们来看第二个问题，就是我们有提到质量比例如果很大的话会很接近简学运动，那一开始质量比例小不就不符合了吗？其实它并非不符合简学运动。来，我们看一下质量比例最小就是1:1，它其实是出现这样很像量子化的一种能阶变化，然后接着质量变大，质量再更大，比例更大，质量比例更大，你没发现吗？每一次量化的间隔越小，这很像量子化的概念，有没有？所以当你质量比例越大的话它的间隔会越小，它就会越趋近于简学运动的状态。我们就是使用这个概念来去计算它到底产生几次碰撞的。那最后我们还有碰撞次数到底怎么去计算出来的？为什么它可以跟拍有一种整数倍的个数关系？来，这是我们前面所讲的。那接着我们来看我们怎么可以从这里面看出碰撞次数一定都跟拍有关呢？从哪里看？来，我们这个画景给各位看一下。就我们看到 arc cosine 的反函数，那代表它所代表的西打角就是 m 加1，然后 m 减1，对不对？ m 加1分 m 减1，那这两个平方相减开根号，所以这变成根号 4n。 到这里可以接受吗？那可以接受的话，那这样这个就是arcsine 啦，所以分子还是2拍，然后分母就变 arcsine， 因为 cosine 跟 arcsine 它们代表都是一个角度，那只要在相同三角形，它们代表角度都一样。m 加1分是根号 4n， 那我把根号 4n 写过来。那这时候当 m 大于1的时候，那我们这个再整理一下就好了。m 大于1这个1就可以忽略，那它会变成arcsine根号 n 分之2拍。那我们不是又知道角度极小吗？当你 m 大于1 n 分之2，这就是角度极小。角度极小的时候它可以趋近于根号 n 分之2，对吧？这个趋近，因为角度极小 ，m 大于这个代表在arcsine里面的值就会代表它那时候的角度。
那这时候呢2移过来，你会发现吗？这样碰撞次数就是根号，这里22约掉，碰撞次数就是根号 m 乘以派，而且还记得吗？永远都取整数部位，永远都取整数部位。所以呢，今天 m 如果是100，根号100就是10啊，10派取整数部位不就是31吗？那如果这个 m 呢是10000就是100派，100派是314啊，它的整数部位不是314，我们碰撞次数不就是只要这样做就好啦？所以就可以完美的得证了。可以接受这个事实吗？而这个推导全部都建立在这个条件下。那如果它没有大于1的话呢，那个算出来的就会离派很遥远。这样可以理解了吗？